小莫，妈妈回来啦。爸爸正在做饭呢。哦，媳妇儿，回来了。这些菜都是我跟爸爸一起买的。爸爸做了你最爱吃的蚝油鸡翅，快尝尝吧。小莫，来坐下来。好吃吗？妈妈好吃吗？爸爸好久没下厨了，手艺还在。爸什么时候下过厨啊？我记得那是你爸在大学追你妈的时候，当年的拿手菜。你觉得现在味道变了没？我不知道，你觉得变了吗？爸妈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说。说。我们学校开了兴趣班，我想学跆拳道。好啊，跆拳道就是男孩子练的，爸支持你啊。学什么跆拳道啊？太暴力了，不适合他这个年龄的小孩。妈，这就是一项运动。斗牛也是运动，看电视的时候你不都不敢看吗？哎呀，这斗牛跟跆拳道，它能是一回事吗？是不是一回事？斗牛对的是牛，跆拳道对的是人，是吧？媳妇儿，我觉得你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偏激了？你看我现在我还在练击剑呢，对不对？击剑它也很危险。什么时候小莫的事儿你也插手了？今儿你怎么了？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我心里很清楚，不是小莫的事儿。小莫学不学跆拳道本身没什么，是我自己想发泄。之前跟秦山抢他，就好像打一场仗。我是一门心思想把他往回拉，一门心思往前冲。现在他们俩分了，这场仗打完了，一回身我才发现自己身上到处都是伤疤，才开始觉得疼。人一松下来，才开始想很多事儿，想他们，想我们。我这才感觉到，林伟其实有很长时间已经不再跟我说他工作上的进展，他在公司里跟同事之间那些破事儿，我好像也没有再跟他说过我生活中我的那一点点小感觉。除了孩子，我们还真的没有什么其他话题。其实这每一天的日子
都已经在暗示我们之前的变化了，我竟然没有意识到，还傻乎乎的认为，就是这短短的几个月，让我颠覆了我对我老公的看法。跟打败秦山比，要打败这种伤痛更难。其实也没那么难，这些道理你说出来，不都挺明白的吗？每个人呢，都得习惯向目的妥协，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。有时候很残酷，没办法。你既然决定要守住这个家，你就别再把它往外推。你试着跟他找点新的话题，聊聊。这感情这事儿呢，它就像一个花儿，你除了这个浇水啊、施肥啊、晒太阳，你还得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就像那花盆，它裂了缝，你得先把它补上，是不是？试试吧。什么叫试试？你自个儿看看，你自个儿看看你自己，你这能行吗？给点信心。什么叫试试？喂，老婆，到了。哦，我也到了。你那个路上堵车吗？今儿不太堵。小莫送到学校了吗？我都已经到混接所了，小莫肯定送到了呀。啊。对了，小莫那学习成绩什么下来？还有1个星期吧，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没事，你说。没有，也没什么要说的。咱们俩晚上下班能一块吃个饭吗？哦，那可不行，我没跟小莫说，爸也不知道，谁去接他呀？再说了，他一回去之后还要吃晚饭呢。好吧，那我先挂了。哎。怎么了你？感觉你有什么心事儿？今天突然听到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啊，跟我说说。没事。你不是跟我说咱们俩之间得需要多交流吗？你信命吗？你觉得我嫁给你是好命吗？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呀？我也不知道。老婆，我作为你的老公，如果你觉得我哪儿做的不好，今后哪些地方需要改进，也尽管告诉我。我觉得我的心里好像有一块大石头，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特别想张开嘴把这口气喘匀了，但是这个嘴我怎么都张不开。我知道我前面有一条坎儿，我也知道我只要一抬腿，这个坎儿就能迈过去。但是我这条腿我怎么都抬不动，有2个我一直在打架，这个想要这样，那个想要那样。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。